美国总统大选今年11月就要展开了，但拜登呢，现在仍然陷在外交的各种泥淖里头。光是俄乌战争哦，拜登的幕僚有这个报道传出来，他警告拜登说，拜登的高级幕僚在17号非公开会议上直接讲，如果美国国会未来几天都还没有办法授权去追加军援乌克兰的话，俄罗斯可能就在这个礼拜之内就会打赢战争了。那最好的情况是几个月，最好就是说顶多撑的几个月啦哦，否则几个礼拜乌克兰就要被俄罗斯给占领了吗？那这是在给国会的话术，还是一个实情的分析呢？大家不知道。但欧盟考虑200亿美元的新计划，要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啊，因为泽伦斯基也不断的到处来求援，而抢救乌克兰前线有23国说要组炮兵联盟，提供大炮弹药去填补美军援助的停滞空间啊。那在这个美国国会持续的阻碍美国，阻止美国继续军援的情况之下，前线的乌军呢被形容已经到了严重缺乏弹炮的问题。那俄罗斯当然军火还是不断的在侵扰当中，乌军只能利用无人机做小部队的猎杀吗？前线岌岌可危。那所以啊，大家在看乌克兰接下来整个联盟是如何的还可以撑下去，美国的态度是关键。而中东呢，被说是飞弹试射，到处都有各种的冲突不断的发生。以色列飞弹袭击叙利亚，至少造成5死。连美国驻伊拉克的美军基地也被轰炸，有1人重伤。这是最近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伊朗革命卫军的据点伊朗证实被轰炸，那也扬言要展开报复啊。那美国伊拉克被轰炸这个基地啊，白宫也说极其严肃的态度来看待，怎么看待？那要不要还击，还是怎么避免战事再扩大？不知道。但以哈冲突显然整个冲突正在外溢当中。中东很多国家都被弹袭啊，这感觉像放鞭炮一样嘛。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也门，从1天之内都发生了飞弹袭击的事件，形成了伊朗跟盟友对抗美国跟以色列这样的态势。那预告着以伊朗为首的抵抗轴心呢，跟以色列跟美国之间正在分庭抗礼，进行更高一步可能危险的升级吗？那大家全球最关心当然就是红海危机有没有解，美国针对也门的胡塞去出手轰炸了之后有没有用？那看起来华府官员更担心卷入中东的战局。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白宫召开高层会议里头讨论他们轰炸了胡塞之后的策略如何，要阻止胡塞攻击商船啊。可是到现在已经10天了，仍然没有办法有效阻止啊。那美国官员反而担心，如果拜登自己没有经过国会授权所进行的这个行动继续的话，会破坏也门的和平进程，而且让华盛顿卷入另一场难以预测的中东冲突。到底要打到多大的战争，扩大到哪里去，很难预测。光是以色列被说是美国的第一个好朋友不是吗？但现在连拜登要去跟以色列的纳坦雅胡跟他沟通的电话都有各自解读，没有在听话的吗？因为拜登一句话在报道里面说，已经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打了个电话讨论过了各种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方案，声称呢就以2国方案最有可能。但是呢，纳坦雅胡并不是一致都反对的哟。结果纳坦雅胡受访怎么说？他说不是，战后没有要让巴勒斯坦建立主权国家的空间，完全否定，直接用新闻稿就打脸了拜登所提的很有信心，和平快要来了等等这种停火的方案，显然没有要接纳，甚至以色列也没有要停火的打算。那以色列不停2国方案之后，英国首相说英国防相重申，英国绝对支持2国方案，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明显的出路。而哈马斯现在也提出了一个要求交换战俘的条件，就是以色列只要即刻停火，100多名的人质立刻释放，无条件的就要做这件事情。但是纳坦雅胡拒绝，他说不可能接受这种穷凶恶极的哈马斯提的投降条件，完全拒绝。所以现在最新就是哈马斯官员立刻也回应啦，所以你们的人质没有机会获释活下来了。那以色列民众看到大家都在抗议包围纳坦雅胡是为什么？就是要人质回家嘛，有那么多的家人还有一般的民众期盼人质能够平安的回家，所以现在已经在呼吁战争要停止，要求总理下台，
这样包围的画面不断的在各地发生的时候，纳坦雅胡的这个行动呢，显然又把双方可能和平的焦点又拉回来了。这通通都会是亮哥，我看都一样是拜登要烦恼的话题。纳坦雅胡也吃定以色列的民众啊，因为只要战争继续，以色列人只能继续支持战争内阁，以色列人也没有选择啦。以色列要人质回来没错，不然你告诉我你怎么做？那民众也提不出方案啊，接受哈马斯的提议。对啊，所以我是觉得，我跟你讲啊，有人做民调，以色列人的大多数是反对两国方案的，问题在这里啊。所以两国方案，我跟你讲啦，约旦河西岸现在以色列屯垦区已经跟巴勒斯坦人交错在一起了，怎么分啊？怎么分两国啊？那以色列目前的具体的治理方式就是种族隔离嘛，这太明显了嘛，他就用南非版的种族隔离嘛，然后加沙地区他就说你美国要叫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回来嘛，可是以色列就认为那个巴勒斯坦那个自治政府阿巴斯啊，他镇不住哈马斯嘛，他就用黎巴嫩做例子嘛，他说当年我就是同意让黎巴嫩建立自治政府啊，结果真主党果然就控制了黎南嘛。那这一点拜登也不能回答啊，因为拜登你怎么去证明说巴勒斯坦有能力治理加沙？所以我跟你讲啊，现在以色列就摆明了他反对两国方案啊，除非你美国强力介入啊，就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过来统治啊，那背后就是美国了。不然你撑得住啊？法塔赫就是被哈马斯赶出去的啊，这个全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都知道啊。所以这里不是空言两国方案的问题，而是你有办法让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真正的主权独立国家吗？不然都在讲空话啦。那背后的支撑是什么？背后你国家要站得住啊，不然到时候一下就瓦解了，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就是你要有一个方案，比如说阿拉伯那些兄弟国要不要进场，或者是联合国那个五常要不要进场，是有这种问题嘛？不然你没有办法有效治理嘛。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法塔赫搞不过哈马斯嘛，那以色列不愿意让哈马斯主政府啊，现在问题是卡在这里啊。所以然后美国又不敢让以色列立即给我停火啊，那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就抓到这一点了。以色列只要继续打加沙，我就去继续炸你的货轮啊，就连在一起了。这是连环套啊。所以你说这个局要怎么解？我坦白讲，真的无解了。就除非纳坦雅胡被推翻了，那目前有人要推翻他，是那个国家统一党，现在民调已经比那个利库的，就是他的工党比他高，民调要高，就要推翻他了。你除非把他推翻了，就是这样。但就要举行选举才行。对，选举，因为纳坦雅胡拒绝选举，不会被推翻。所以那个我们讲那个前参谋总长现在就是反对他嘛。这个需要以色列内部的政权重新调整才有解了。是，那教授，但的确这些问题通通变成拜登的问题啊。对，现在在国内没有一个可以解决得了。没有，拜登可以制造问题，但他解决不了问题。我想这是拜登团队目前呢最大的特色。制造问题专家。对，但是他解决不了任何一个地区的问题，包括东北亚的朝鲜的问题、跟韩国的问题，然后两岸的问题、南海的问题、俄乌的问题，他都制造了，但是他没有一个问题能够收拾。这个就是他们的能力啊，真的是一般来讲评价很低，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制造问题高手，解决问题低手啊。那他们现在在乌克兰的问题这个部分里面，其实苏利文跟他的情报总监两个人，然后这是管安全最重要的两个巨头，请了国会的关键的主要是管预算的人来，他们揭露了很多，坦白说这是属于极机密的一个事件。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直接告诉你说，在哪个战区剩的炮弹只加多少，存量只加多少，还能打多久，那个炮多少，弹多少。你看讲到这个程度，而且把整个战线的战情，根据情报的分析，都已经跟国会议员讲了，算是濒临弹尽援绝这么严重。那也就是说，到最后都完全没有防空炮弹，没有导弹，
然后所以俄国未来的空军战略轰炸机、战斗机可以如入无人之境了。连反拦截的都没有。对，如果一旦完全没有拦截防空的系统的话，那俄国的战机整个压进去，那打法就不一样了。因为现在目前远距离嘛，那你知道轰炸机的炸射，尤其现在是精准的炸射，那造成的影响力更大。那所以他一直希望国会赶快拨款，说如果再不拨款的话，那相当有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几个礼拜，最长几个月，乌克兰就会挣到。给钱也没用，要给武器啊。那用钱来买武器因为现在目前来讲，他们要说服国会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过去给的钱里面80%都用在美国国内的军工企业，而不是说向国外买武器。他一直在提出来80%，那有1层是给乌克兰的行政运作，另外1层才向其他国家买。那所以等于是获利最多的还是美国的国防工业体系，而且这些钱并不是无偿的，它是低利的，它是军援。可是等到乌克兰以后，可能要用30-40年、50-60年来慢慢的还，以后是慢慢的还。那这个那个不急，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这个也有可能是一种选举花招。所以，因为对共和党来讲的话，乌克兰打得很烂的话，这个证明拜登无能啊。对，因为特朗普说我48小时解决。我跟普丁的关系很好，那拜登现在的目的就在于说，你跟普丁的关系很好，所以你们2个勾结在一起，那还是在国内的政治所以像这样子的大选话题、国际议题继续在美国延烧，混成一团，然后最惨就是中东，你看这个各种的攻击没有停过。所以这是那个拜登的选举，他也可以转移到焦点，转移注意力。对乌克兰来看呢，今年乌克兰会打得非常的辛苦。因为火力不济，因为人缺少，所以都要靠火力来弥补。那每一天光那个炮弹都要打1万多发，那个怎么够呢？美国通通生产，通通给你。而且现在我认为它困境就是说，它的火力不济是个大问题。另外一个，今年美国总统要大选，你看他压力多大，所以乌克兰战争是不是要赶快结束？美国有这方面的压力，乌克兰是不是要面对这方面的压力？第三个，我们知道以巴冲突也在进行，以巴冲突在进行，以色列也要啊。你变成你怎么样去供应？你的军工生产就是那么多，然后你要分2个地方，你这个方面的话，对乌克兰来看的话是极其不利。那现在俄罗斯所占据的这个领土总共105000平方公里，再加上克里米亚半岛27000平方公里，总共有13万平方公里多的土地是站在被俄罗斯所掌控。都打了2年，有没有收复？没有收复啦。乌克兰在这一方面呢，是捉襟见肘，已经没有办法了。你看2年要光夏季大反攻、春季大反攻、冬季大反攻，通通没有。13万依然掌握在俄罗斯手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乌克兰是陷于这方面的僵局。因为我们现在看过来。在我们大选之后，包括国际社会还有国内最担心的就是台湾的外交处境了。当然，图瓦鲁是不是又传断交讯息？昨天消息传来之后，现在图瓦鲁的驻台大使也公开的表达忧心了他听闻选后会跟随着诺鲁跟中国建交，但是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外交部一直都是没有正面的直接否认，但他强调珍惜彼此坚定的友谊。那友谊什么时候会烟消云散？会不会又被挖墙脚？真的是没有答案。那尤其中国大陆的对岸的官媒表达一个最新的消息是 ECFA 不排除要终止了。他点名的产业类别是什么呢？机械、汽车、零配件，关税优惠都可能取消，这是来自于人民政协报。不能让民进党又享受 ECFA 的红利，然后又违反 ECFA， 为了打击民进党执政基础，不排除 ECFA 被终止的可能性。那冲着民进党而来的这些清淡礼，包括农渔产品、机械、传产，很多的项目都可能被取消关税。那影响的当然就是一般的老百姓跟企业主喽。那美国对中国呢，这个关系也是在又要和谈又要对抗当中。美国媒体报道，这是来自于 Bloomberg 说，中国游客消失，让全球的旅游业损失了1300亿。那当然在中国的网友上面就会反应很强烈一直说中国是威胁，现在又难过中国不来花钱的吗？ Bloomberg 的报道主要是
聚焦在说这个最大的消费群体在国际海外的旅游市场消失，那使得全球旅游业损失的这个金额，概念是说，哎呀，是不是中国现在经济不好吗？不旅游观光了吗？那西方媒体中国人在哪里？他们在问这个问题。那事实上，看看黄仁勋好了，一直被民进党把他视为所谓抗中企业家等等的，可是人家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是很大的，所以他在中国员工的尾牙里面穿上了东北大花哦，脱下皮衣大跳秀舞，这个插秧舞啊，秧歌啊，上台表演给员工看，发红包啊等等的，当然就是展现他在中国大陆企业继续经营跟落脚的这个企图心。那还有底下我们看看这个所谓现在民进党把它当成牛鬼蛇神、洪水猛兽啊，这个科目3的舞。看到英国人、俄罗斯网红，现在看到的是俄罗斯网红，下着雪就穿着东北大花跳科目3，挺酷的吧？全身的花，这是俄罗斯人跳的，显然也红到海外去。除了有俄罗斯版，再来看看英国版，英国网红也一样穿着东北大花跳，哇，几乎是一个国际行销的活动，各自串联也是挺厉害的。甚至还有东北大花席卷英国，是到回国的人呢，就特别带着大花衣服送给父母哦，让长辈也穿着这个东北大花的走在街上，画面型加触笔也哈，很有趣呢哈。看起来我真的觉得有点像我们客家花了哦，但显然这个风格，我们台湾觉得，哎呀，上次不是连一个地方要办活动，宁夏夜市要办活动，被我们的侧翼出征吗？人家俄罗斯、英国，大家都在跳科目3呐。好，中美的军事对峙现在还是严重的吗？当然，这个过去就看过的消息，这一次又被法媒报道了，说中国在沙漠中训练打击美国航母，做了1:1的福特号的模型，模拟如何去攻击跟应对它。那同时包括了这个所谓笋管兵穿梭迷宫，这个山洞舰哦，在三亚军港的码头进行实验。做相关的训练，模拟飞行甲板底下，如果万一受损的话，被攻击的话，那随机怎么来因应的这个处置能力，各种模拟都在保护航空母舰。还有小型055吗？动55啊，这个护航舰测试是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他们054B 的新一代护航舰开始试航。为了要让它服役呢，甚至把它改装啊、加装啊，变成一个更多的升级版哦。那这种方式，美国也用自己的美军伯克级飞弹驱逐舰想要来互相来对抗。这双方在军力上面想办法扩充秀肌肉的模式，也已经直接对着互相的军事设备来因应。亮哥怎么看？像接下来这个台湾的外交处境啦 ，ECFA 可能危机警告讯号已经响起了。这个我觉得取决于赖清德的言行事实上，诺鲁是1月15嘛，1月15，我觉得跟赖清德当选的当天讲的话也有关啦。你看，美国1月14号就飞到台湾了，那1月15诺鲁就断交了那图瓦鲁其实传很久了。那它也在南太平洋所以就是联动的啦，人口都非常少事实上，吴钊燮可能还在担心的是瓜地马拉啦、海地啦这种国家啦。可是我觉得这个会取决于赖清德的言行因为对中国的大陆来讲，瓜地马拉、海地也不是非拿不可就是他也许更重视巴拉圭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只是外交战事实上还有经贸战嘛，那还有军事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工具箱都可能搬出来。那我觉得赖清德在1月15之后，我觉得他也变成比较低调了。他大概也知道问题比他想象的要严峻他比陈水扁还要严重，他是完全没有补考期的因为陈水扁那时候是第一次政党轮替那阿扁那个时候也还没有讲一中一台那么一边一国啦那赖清德是再怎么台独的话他都讲过了，对所以他被人家定性是很明显的啦，所以他要怎么在520有一个说法，所以你看那个报道格才会说嘛，说需不需要我们帮你游走两岸这种话都讲出来了那葛莱伊也在讲，你们讲不通嘛，我们帮你嘛所以
如果民进党内部的言论啊，还是那边讲一些有的没的啊，说什么黄仁勋是抗中大将，那我估计民进党就完蛋了啊。黄仁勋多努力在争取中国的订单，你们不知道吗？没错啊，因为华为人家也做了那个升腾晶片 GPU 啊，图形晶片，它降规太多，中国不买中国宁可去买华为的升腾它压力很大。没错，他必须要去跟美国商务部磋商，是不是那个规格不要降太多，不然中国订单卖不动啊。人家有他的难处啊，你不要只看到人家在宁夏夜市常常出现，在饶河夜市常常出现，就认为他不要中国订单，你不要那么幼稚啊。这宁夏夜市、饶河夜市是很好吃啊。我如果是黄仁勋我也会常去啊，而且他每次都吃蚵仔煎啊，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啊。可是跟做生意是两回事。对嘛？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还是要，这个其实美国的企业家哪一个不是这样呢？当然，这个美国他面对美国这样，他们也是很难为啊。那至于国旅跟这个出境的旅客确实中国大陆出境的旅客是大幅减少。那这个当然有一些原因比如说股票大跌啦，房地产大跌啦，那有一些人会紧张嘛，所以钱就会省着用国旅基本上已经恢复到疫情前了啦。是这个其实也不容易啦那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现在各个城市都在竞争在竞争提出到廉价就到处人满为患啊。比如说哈尔滨现在就非常成功嘛，是。那最近我又看到有一个叫做什么我姓东在鼓吹山东了，后来又弄一个我姓川在鼓吹四川了，他们也竞争很激烈，看起来是国内旅游为主，国旅竞争非常激烈那海南省是因为它推出了那个全中国最大的免税店，那最近因为疫情解除了，就暴增嘛，对增加9.2%，增加最多的事实上是海南岛了。是，不过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实上就是跟全球的消费在降温有关那人家当然想要省点钱而且出国也不见得好到哪里他们储蓄率反而变得很高。会怕啦，真的会怕啦，因为欧洲订单也变少等等嘛，所以我觉得，而且他们的社会福利也没有像有一些国家那么完整，所以他还是想要存点钱。以备不时之需大概是这样。保本，所以保守，所以当然国际旅游也会减低但台海现在可就没有那么放心了。台海，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我觉得，欧美的国家在这段时间都在操作，跟台湾一样，都在操作错综反中。那种不友善的氛围一直在，你的不友善的氛围越高的话，那大陆的旅客去消费的意愿就越降。包括日本啦、韩国啦、台湾啦，或者是美国啦，或者欧洲国家，那因为他们的政客一直在操纵这样的一种氛围，那大陆的游客来讲，他何必被差别待遇等等，他何必我去花钱还要看你脸色？我觉得他们就不愿意。再加上刚好他们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各省都按照自己的特色发展国内旅游，那省旅游或者县旅游、区域旅游，那他们就满足了，因为本来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土面积就这么的大，人文的这个其实特色是蛮强烈的。例如说南方跟北方、东方跟西方差别那么的强烈，到云南你想想看，它那个等于是已经跟这个周边的这些傣族啦，跟其他的都已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不管是地理位置、文化风情都很特殊。那他们有特色了以后，当然就国旅就来了嘛。国旅一来，对于他们的国内的就大陆内部里面的这种消费服务业，那当然就创造了更多的商机。这个对他们来说的话，反正你其他的国家如果继续对大陆不友善、不礼貌，那他们就不出去了嘛。可是大陆相对来讲，反而对于欧美的国家就开了，免签越来越多，然后当免签越来越多以后，你看他们的事实上外国人到中国大陆的在增加了，而且很快速的增加。那很快速的增加就跟免签有关系，商务活动、旅游那么越来越多，那反而是外国的观光客到中国大陆去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产生一个反转另外黄仁勋他是当红炸子鸡，
它科技界 AI 目前来讲它是最红的 NVIDIA 股价飙到哇，对不对？全世界都在盯着黄仁勋看，所以他的一言一行洞见观瞻。是。那当他到大陆去看他的工厂，到他的员工，然后跟他们一起同乐，一起吃尾牙的时候，他穿的这个东北大褂，东北大花，当然很容易就传播嘛。那哪一个网红不想赶快蹭流量？那一旦很多网红蹭流量，发现有流量，那就当然就一窝蜂的就进来了，它就会造成风潮。科目三也是这样来嘛。所以当民进党你越打压的时候，大家就玩得越开心，因为你越打压，你越去炒作它，大家就越关注。哎呦，这科目三是什么？例如说羽绒从原本我们根本不知道是科目三是什么，到最后你说要进科目三，大家就问说，哎，科目三是什么？然后就去了解，了解以后觉得哎蛮好玩的，然后就开始玩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大家搜索了以后，发现哦，原来台北的年轻人、小孩子很早就在玩科目三了。好，一传播，就谢谢民进党帮大陆把科目三传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啊。然后呢，由于民进党的操作，那反中的海外的媒体，包括什么德国之声啦、法国广播啦等等的，或者 BBC 啦，他们也来报道说台湾的民进党认为科目三就是一个统战什么的，他们一报道，那又传播出去了，这厉害。可是跳得好看不好看差好多，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就不得不感谢一个文化的，对，你就不得不感谢民进党一直在帮大陆做宣传，这个是厉害的文宣啊。大陆所以我是高度怀疑，民进党内部里面是不是有大陆的伙伴啊，都在里面毕竟他们是看陆剧的嘛。不过我觉得还有一点，我讲一点点，我觉得 ECFA 倒是要小心 ，WTO 要小心。为什么？大陆在等待你对等，没有对等回应的话，我觉得会取消。我们的传产是打击会最重的。对，我觉得他在等待你赖清德，你民进党给不给对等待遇？好，将军怎么看中美在秀军事肌肉这一块哦？那像法国会一直关心中国在沙漠里面做航母的训练，那其实这个是中美之间一直长期都在做的一种互相的，把德月相当假想敌在因应嘛。对，中国大陆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做了这个轨道。轨道上面就是它的轨道可以把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皮啊，这个1:1的大小，然后在轨道上跑，这个就是说类似航空母舰在海上行走是一样。然后这个地对舰的导弹从上面过来，地对导弹对着刚好几乎是垂直对这个航空母舰这样下去，所以摧毁这个航空母舰。因为美国有11个航母战斗群，如果任何一个航母战斗群呢被击毁，都是这个重大的打击。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个航母战斗群里面就有4000多个官兵，还有70架的战机在这边，各型的战机，包含它的辅战机种，还有空中预警机。那这个换句话说，这个战略的武器整个被摧毁了。那中国在这一方面，那他再来要做一个实战验证呢？那怎么验证呢？那就在这个沙漠当中做一个1:1的等比例，然后要会动，是动态的，然后可不可以命中？如果是静态，那的航空母舰它不是静态，在海上它会跑啊。那他现在做动态的，如果动态能够击中，那对静态的来讲根本不是问题。那个中国在这个方面已经行之有年，做了好几年了，而且确实也命中，因为人造卫星一照，它那个上面有被那个导弹击中的痕迹在上面，换句话说，也就命中了航空母舰，类似这个状况。当然，这个也要看航空母舰它这个我们叫做反弹，它如果是它标准飞弹。标2、标3都可以，或标6飞弹打上去，可以把这个导弹拦截住，这是个问题。最后一个，它的进步防卫系统可以把这个导弹做摧毁。如果不行的话，那航空母舰就被整个导弹炸下去了。我们这航空母舰呢，它的甲板虽然可以起降战机，但不是它最坚固的地方，因为最坚固的地方就在上面，航空母舰重心不稳，所以它这上面只能起降战机，并不是非常厚实的甲板。你说从上面如果导弹具有穿破力的话，那一下去的话，里面甚至还有弹药库，整个会造成引爆。那我们看，尤其在2次大战，这个日本才跳了战术，跟美国在雷太一海战，还有中途岛海战，双方就是航母的摧毁。航母一摧毁之后，海权、空权就会丧失。所以中共在这方面做模拟。另外一个，我接续赖教授讲的就是 ECFA。那在前年2022年，我们的这个台湾对中国大陆出招是1565亿，去年降下来了，2023降下来。但是降下来也有805亿，但是805亿，去年我们对美国贸易顺差355亿，我们台湾对东协这10个国家的贸易顺差也是350亿，两个加起来700亿，所以我们台湾对中国大陆所赚到的
805亿，刚好加是超过了美国跟东协我们所得的贸易顺差，所以我们台湾对中国大陆上的贸易的依赖度还是过高。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看看中东的火药库。真的是飞弹飞来飞去，这个地方真的很不平静，而对于拜登的选举影响非常的深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接下来邀请第二节跟我们去讨论大白话的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政治学专家赖岳谦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空军中将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上一节我们也讨论很多到底第三势力民众党的影响如何？柯文哲当然是想要找舞台，所以从小草运动，很多见面会来证明嘛。那所以昨天呢，第一场在荣兴花园的见面会到底是成功呢？人数如何？那就他们的宣传里面就说，很有流量，人气没有散。但四叉猫就去酸啦，他就说他到现场去看啊，你看后面看起来人500张椅子。看起来还没有完全呢，好像椅子坐满，旁边台阶有坐满，他估顶多现场1000多人，官方频道3万人同时线上收看，他就亏了哦。不过在选后，如果不是动员造势，有一些人潮还愿意去，其实我相信他也有他们不容易的地方。那选前就曾经开枪过，选后来对民调才知道谁没有穿裤子，这句话一直被酸到选后，到昨天的场子上，他也不停的跟他同温层的小草们解释民调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投票率太低啊等等的理由，甚至主持人问他说，很多人告诉他说民众党会泡沫化，那怎么回应呢？柯文哲回应很呛，他说：“我希望他们活得够久，就是酸民，你们活得不够久，是这样呛网民啦。”那大家脸书上还有 PPT 上很多讨论，就是说，要不要看看他以前以他的年龄，他还能够选几次？裤子找到没？酸他的也就更多了啊！不只是呛网民，也呛媒体啊。例如五子家暴，柯文哲砸了上亿去弄抖音哦。那陈志涵轰。吴子嘉力挺的侯友宜没有当选，还在崩溃，整天胡说八道，把关键时刻当造谣时刻来经营，年轻人根本不屑一顾。不过收视率挺好的呢所以柯文哲还是不是吸票机呢？选区越绿，柯文哲越能吸票吗？这个是前新党秘书长杨世光的分析，他发现民进党2020到2024在台北这个地方掉了28万多票。而国民党4年掉9万多票，新北基隆也一样，显示越绿的地方，柯的杀伤力就越大；那越蓝的地方，柯的吸票能力反而越低。所以这是一个法则，显然它对于绿的影响是不是更大一些呢？那么现在看起来，柯文哲最大的票箱在哪里？新竹县哦，以得票来讲，柯文哲的总统票第一名是在新竹县35.6，还高于全国平均值的26.5。所以下一届县长之争，民众党在他的本命区看起来不是台北了，是新竹吗？新竹县这里有没有可能循高虹安模式再推人呢？那盘点党内的新星，有哪些人是有可能要提早去蹲点的？现在比较难找到这样的人，这反而会是接下来柯文哲有可能往这个地方来发展的吗？要遍地开花的话，当然黄珊珊2026再战台北市长的几率很高，但2022以25%的这个得票率败选之后，如果不够强，2年后再选会更好吗？看看宋楚瑜一次一次选，真的会更好吗？那大家就会来问咯，看看到时候接受选民检验的结果如何。而民进党要拼他当然拼什么？除了像刚刚我们讨论的很多国会龙头最新之争，国民党党内已经产生了共识，傅昆萁也说要支持韩江配，但是呢，对民党来讲，还是全力要打韩国瑜。能不能由他来担任龙头还很难说，还有一场硬仗。但现在分析下来，朱立伦是不是短期之内还是威望很难恢复？侯友宜得票率比4年前38%还低，要先守出新北有一些罢免的运动正在进行，要把新北市民的心赢回来。卢秀燕坚持独立连署参选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这个硬仗在
地方人士里面，他说现在最打的最好打的，民进党选择的当然还是韩国瑜，包括游锡堃都跳出来打。他说4年立法院长任内，在外交有突破很重要。如果是韩国瑜，就没有国会外交了。过去我们有看到很亮眼的国会外交吗？不知道。但他自己说，哇，我不是中共喜欢的人，所以我不怕中国干预，才能有突破。那就这个逻辑，先问说不喜欢是不是真的？那有突破是不是真的？大家可以来讨论咯。那网友很多来讨论咯。暗示之前院长接过祖国电话，还是你们家赖清德总统说希望跟习近平吃虾仁饭，所以完全不需要沟通吗？啊，这个突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亮哥选后的新局，各个势力跟政党当然要看看突破了没。像柯文哲，游锡堃讲那个论调根本不成立啦，因为任何来访的国会议员都会知道目前台湾新的人事状态啊。那行政权就是民进党嘛，那如果韩国瑜选上立法院长，他们一样都会拜访的，不然陈水扁那个时候王金平都没人拜访吗？那胡说八道，真是啊！王金平那个时候也很忙啊，一天到晚在做国会外交啊，因为人家既然来了，就两边都会见嘛，所以也不要在那边是谁根本没差，完全没差，游锡堃有差吗？完全没差 ，Nobody care， 是人家只要求是现任的，那个 title 就 title 嘛，对啊，你是现任，你就可以安排一些国会的接待规格嘛，就可以安排一些立委跟他们见面嘛，那确实这个部分要花点时间啦，就韩国瑜要有心理准备啦。不过我觉得韩国瑜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因为他碰到的对手叫柯建铭那柯建铭之所以厉害，是因为人家对行政系统很熟啦。说实在因为我当过3届立委，我很清楚啦。比如说柯建铭为什么是常青树人家对法案、对预算的深入了解，他绝对不是表面那个有理有气的。那个有理有气是你看到的，他是有料的，他知道什么是要害，知道预算案哪里是要害，法案哪里是要害，然后行政院在想什么，还有总统在想什么，他都知道了所以韩国瑜如果真的顺利当上立法院长，他首先呢就要恶补这一块，就他要很快进入状况不然柯建铭那个人也很坏，他会直接笑你，说你什么都不懂啊，当什么院长啊？他就是这种人，他就是这种人。我跟你讲所以赖士葆跟傅崐萁无论如何要帮韩国瑜啦，因为这两个人比较资深那这两个人我估计应该总召干事长都跑不掉啦，就是这两个人。韩国瑜自己也当过立法委员啊。是啊，不太久了，太久了。我跟你讲，那个已经很久了，变化万千。对，你要回来熟悉这个新的状况嘛。所以我认为这个才是比较实在的事情那赖清德坦白说他520上任之后，吴子嘉讲的很对到了年底就见真章了啦。你的民调有没有50？亮哥意思是说，你对于现在国会龙头已经没有悬念，认为就是韩国瑜啦。不会再有民进党不可能不可能我认为不可能这个因为我跟你讲，现在人家就盯着了，因为我是故意把最坏的状况讲在前面我说你不要低估民进党的买票能力啦。是啊，我是故意这样讲。所以朱立伦不是喊话了吗？应该看了你的喊话吧。我知道，我也是故意这样讲的啦。所以国民党被逼出来说，我们全党团亮票，对不对？是。那如果有人当天出席，然后车开到一半抛锚肚子痛，对，出席率赶不到立法院，2辆车出动，对，我知道了，计程车，所以我都把最坏的状况说在前面，没错，再加上所以今天突然剧情就急转直下，就变了。这个就是我认为这个会让民进党开始投鼠忌器了，因为我跟你讲啦，会跑票的是哪些人，大家心里有数。你以为媒体会不知道吗？媒体会盯着你的啦，盯着你看你跟谁接触啦那我认为柯建铭大概就算了。柯建铭为什么会觉得算了？因为他认为51-54以后还有的搞对不对依照他对立法院，依照他对立法院的了解程度，对不对？法案、预算、各种资源来交易，未来还有的瞧嘞所以我认为韩国应该当选几率90%应该没问题了啦可是就是说，重点是你当选之后如何跟柯建铭周旋你认为民众党的变数已经大概
我认为民众党最后会投给自己啦，因为我讲白了哈，对，民众党的任期只有2年，每个人都签了同意书了，大家在意的是未来2年的表现，对，尤其黄国昌、板桥都成立服务处了，他就是要选市长嘛，对，黄珊珊台北市就是要选市长嘛，还有张启凯也是想选市长，是，所以他们讲究的是未来2年的监督的能量，问政的能力啦，让大家看到。所以他们不会想当副院长的啦，对，当副院长就被绑在那里。你看蔡其昌怎么问政，很难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点，这个很容易理解啦。就是民众党就是未来问政要像个军队嘛，是哦。然后这1年我认为因为民进党在立法院没有过半，所以行政院会有很多人把那个资料丢出来了。在这1年。民进党未来这个4年赖清德会很不好执政，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就已经被你欺压8年了嘛，有一些这么不合理的资料，我就开始往外丢了啦。所以徐小新会很忙啦，一大堆人啦，一大堆人一定会收到一大堆料，那就是国民党要能够迅速的做整理，变成一个反应部队这样子。好，更正一下刚刚我想说西区很怪，所以我没有念完。什么卢秀燕怎么坚持点？他坚持点是什么？原来是西区做错了啦。他只是形容气势正高，所以我们刚刚副控已经更正了。我想说他联署的什么，所以我也没把它念完。好，赖教授怎么看现在在民众党当然要扩大自己，不管是8席或者是小草们的影响力，但民进党现在主打还是在国会这边先挡住韩国瑜再说。真的已经挡不住了吗？他不会想办法，不是说弄2票很容易。柯建铭说随便我都会有机会赢啊。要弄2票，以现在的氛围来说，看谁跑票，谁跑票，国民党内的再加2席泛蓝的，高金素梅不可能跑票，他的态度立场很清楚，高金不可能，完全不用去思考他。对，那其他的跑票就没有意义了。那如果国民党内有人跑票的话，那当然是党。刚刚网上有人指名道姓说，本来怀疑跑票的是傅昆萁跟陈超明，不可能啦，傅昆萁有企图心，对，傅昆萁不会跑票，可是傅昆萁不会跑票，不是一个政治的身手，不是一个会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对，我个人觉得不可能。那国民党他今天讲的多好，兄弟情啊。不是我他要竞争总召了，他不会跑票了，他不可能啦。但是呢，那个车子多准备几辆了，跟着走了，救护车也马上跟着了，救护车抬都给你抬进去了。是，那到时候看哪一个国民党当天了要送救护车你给我投完票以后再送到医院去，那医生也给你准备好，看你敢不敢。小护士都准备好。谁搞救护车，谁搞那个的话，就把那个名字亮出来，党纪就处分。国民党根本是因为他是无党籍，他是无党籍，对呀，没有约束力，要去拜托。无党籍没有关系，所以韩国瑜还是要多拜访一下。是。但是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子啦。刚刚他讲到柯建铭，我就会联想到王金平。以王金平对于立法院生态的老练掌握跟美美嘎嘎，我觉得如果我是韩国瑜的话，我会真的是再三的用我最诚恳的心，然后请这个王金平帮我当我的最重要的核心的顾问，也就是说我很多重要的法案或者要怎么去运作，多请教王金平。我觉得能够治柯建铭的绝对是王金平，对，没错这个部分里面是千万不要放手让王金平能够在他还能够发光发热我觉得这一点部分里面，当然最后决定还是你了不过在重要关键里面不要犯错，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那党的部分里面要聪明，不要变成是一个绑手绑脚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国民党的党中央真的也要审查局势，目前的态势初步来看其实是好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未来怎么打，立法院生态会变成比行政系统更值得媒体报道的焦点。我觉得未来台湾的媒体很多的版面都是在立法院了，已经不是在行政部门了。对，因为坦白说，没有多少人会去管行政部门的那些官员讲的那些官话，但是大家会问说，你的官员进入立法院的院堂的时候，各位你想，国民党也一定卯足全力，这新科议员谁想放当然是刚刚上来嘛，那当然是冲锋陷阵嘛。你说小新岳元之你说他们谁想放掉这个舞台？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民众党绝对不可能放掉这个舞台，8席保证是卯足全力打。那卯足全力打，他打谁呢？他打执政，他打那个国民党吗？没有意义，当然是打你行政的要害，打你行政的弊案，
而且呢，以黄国昌以他们来讲的话，一定是卯足你行政的弊案里面猛打。这个时候，你行政部门里面你承受到的是一个弊案一直被质询的一个问题。好，那柯文哲一定，因为柯文哲现在目前的民众党，他是以年轻人为主，年轻人当然你可以往后看说，他的这个生命是更长的，他的投票时间更长的，然后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一个政党，可是他的一个短板在哪里？年轻人。心意变化也很快，很快的。是，你看4年前的时候，这些几百万的年轻人投给蔡英文，4年以后全部都离开，绝大部分都离开，这代表什么？你如果一直没有办法抓住这些年轻人，吸引住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善变，他们的喜新厌旧，速度也很快哦。所以你民众党你现在很强，可是你没有多久你也可能很弱。民意如流水，年轻人更是。年轻人速度太快了，对啊网络啊，学生网络一下就知道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柯文哲来讲，考验也在开始，我们也要观察。对，将军，柯文哲认为他人气未散呢，我认为这个就是他的隐忧，不然他不要去证明我人气未散，因为网络上的酸民呢来来去去，而且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速变非常快，这个非常快的。他今天这个明天的这个戴教授刚才讲得很清楚嘛，它是游动式的。那现在呢，我认为这一次选举所有政党都实施饱和攻击，都尽最大的力量。哪个政党没尽力量？但是有很多政党慢慢就泡沫了。你看看台湾基进没有尽力吗？我认为他有尽力。时代力量没有尽力吗？都尽力了。包括以前的亲民党，包括以前的这个台联，甚至新党，他都不知道在尽力。那现在怎么样？所以我倒认为这个柯 P 在4年后，他所面临的要比现在还要严峻。可能先2年了。对，2年后可能都不严峻。我认为他稍微乐观，是乐观了，因为选民的变化是，尤其年轻人的变化，他的年轻人定性不够，他的变动性、弹性是非常高的，想要抓住年轻人没有那么轻松。另外我们看这个现在民众党他没有行政资源，唯一就是在新竹市的高虹安，那他没有行政资源，没有这方面的资源状况之下，他所能够发挥的影响力跟力道是很弱的。第二个，民众党没有媒体，它只是网络，那网络只是媒体之一，那他能够发挥的影响力，而且它只是局促在一角，并没有全面性，所以他对社会的影响力，对他们观感能够渗到民间的深度跟广度都是受限的。第三个，我认为民众党原则上是没有地方庄脚，它是靠空战，靠媒体，靠这些网络这些声量。那他这样子没有庄脚就没有那么实在，对，没有那么实在，是空的。所以我倒认为2年后对民众党来讲是非常吃力的。那我们现在来看到游锡堃讲到的国会外交，我认为他太乐观了。我们这个8年还没到断交了10个国家，他做了什么？都是做有突破的。对，我认为没有外交。我认为他是吹牛。裴洛西来吗？我认为他吹牛了。我认为吹牛，人都会吹牛，好像自己好像很厉害，其实没有那这8年怎么断交10个国家？每个都做，而且你要注意到，外交部的部长都说坚若磐石，结果1、2个礼拜断交了，不是坚若磐石吗？说讲大话吹大牛，大家都会。对，没是这样子，都讲的好像讲大话吹大牛，好像每一个人都很厉害。结果2、3个礼拜断交了，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认为尤其是外交，要宁可3分证据说3分吧，不要3分证据说到10分，这样子的话只是欺骗社会、欺骗选民，或者是自曝其短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了。